海童自从成了战家大少奶奶后，一举一动都被媒体盯着的。不过，与海童有关的新闻想报道，必须经过战印同意，没有他同意，胡乱报道了，那得倒霉。现在还有谁不知道，在管城可以得罪战少，但别得罪战大少奶奶？宁思琪阴沉着一张脸走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就是隔三差五去一趟幼儿园的门口，都没有再见到海童。洋洋不是战印送上幼儿园，就是战家的其他少爷，有时候还会是洋洋的亲爸周红林。宁思琪猜测海童应该快生了，也有可能已经生了，只是媒体没有报道出来而已。日起日落，白天与黑夜的交替总是悄无声息完成，转眼间便到了海童的预产期。虽然她还没有阵痛，也没有破水，更没有出血，但她已经住进医院待产。满以为住上2天就会有动静的，结果住了1个星期都还没有动静。医生提议打催产针，海童已经孕40加周了，还没有动静，只能打催产针催一催。海童问医生，现在检查一切正常，能不能再等2天？医生答道，可以再等2天，还是没有动静就得打催产针了。海童摸摸肚子，这娃是个慢吞吞的，都不着急。跟沈小军的儿子刚好相反，沈小军的儿子着急来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，他肚里的小家伙则是慢吞吞的，一点都不着急。战印担心地问，目前胎儿是没事的吧？没事，一切正常，有些孕妇是孕41周才生。医生的答复让战印略略放下心来，他扶着老婆从医生的诊室出来，在外面散步。宝宝，你赶紧发动呀，大家都提心吊胆的了。海童边摸着肚子边说，你大姨连工作都停了，特意回来等着迎接你的出生呢。海玲早在妹妹离预产期还有1个星期时就从江城回来了，结果回来了半个月，海童都还没有生。战家众人也都在等着，说不定宝宝晚上就有了动静呢。战印安抚地道。他话音刚落，海童忽然不走了。怎么了？海童静默一下后说道，老公，我好像有点痛感了。真的？战印先是惊喜，后是慌乱，马上就要抱起他回房间。海童不让他抱，我现在很重，你别抱了，又不远，我走回去。是不是真有痛感？海童这一次肯定的道，有痛感了，真的有痛感了。宝宝听到了咱俩的话，他终于要出来跟咱们见面。战印边扶着他回房，边叫医生说海童肚子痛了。然后他又飞快地打电话给父母和奶奶，还有大姨姐以及商太太等人，告诉他们海童肚子痛了。海童开始肚子痛后，痛感越来越强烈，阵痛也越来越密集。怎么样，彤彤生了吗？来的最晚的是商太太，她从商家过来，离医院有半个小时的车程，路上又塞车，到医院已经是1个小时后。才问完话，商太太就看到战印扶着海童走回来。海童的阵痛是越来越密集，不过还不能进产房，医生让他多走动走动，能让宫口开得快一点。彤彤怎么样了？商太太上前关心地问。海童一脸的痛苦，好痛，现在就这么痛了，等会儿是不是更痛？都说生娃要经历10级的疼痛，痛是痛的，生完就好了。商太太只能安慰他，要不剖腹产吧。战印心疼老婆受罪，海童说一声痛，他的心就揪一下，恨不得代替老婆受这份罪。不剖腹产，医生说我一切都正常，可以顺产的。海童不想剖腹产，剖腹产恢复得慢，更伤身。手术后还要住上1个星期的院，他提前住院待产的，早就想出院的了。顺产出院才快，像小军那样2、3天便出院了。长辈们也说顺产更好一点，他总要尝试一下顺产的，实在顺不出来再剖了。呸呸呸，一定能顺利的，不用剖腹产的。商太太说道，先顺产试试吧，还是顺产好一点，对宝宝对大人都好。第1胎慢一点，我当初生你大表哥时痛了3天3夜才生呢。海童低叫，我该不会也要痛上3天3夜吧？不会的，不是每个人都会痛那么久，
有些人中午开始肚子痛，晚上就生了，也就几个小时。商太太安慰着。海童想起姐姐生洋洋时痛了1天1夜才生，顿时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宝宝不要折腾她，不要让她痛上几天几夜才生。还好没有折腾她1天1夜，在傍晚6点多，海童就生了个7斤重的儿子，母子平安。战印全程陪着，他没有像苏娜那样陪产时晕倒了，但从分娩室出来时，他脸色苍白的像纸，比海童的脸色还要差。一出产房的他就被老二和老三扶住了，2位当弟弟的生怕他们英明神武的大哥也会像苏南那样吓晕了。我没事，战印不用他们扶，你们大嫂母子平安。战印轻轻地说道。战一晨附和着，医生说了，大嫂母子平安，大哥你放心，母子平安。大哥你先坐坐，休息休息，你的脸色过于苍白，我大嫂的气色比你都要好。海童已经回到了产后休息室里，被家里的女长辈们围着，他们更关心的是海童。阿印呢？初为人母，海童痛过后便被喜悦取代。没看到丈夫跟着一起进来，她问了句：阿印没有晕倒吧？在分娩室里，战印是没有晕倒的。那时候海童太痛了，她没有留意到丈夫的脸色，只知道她最痛时咬了丈夫的手，她应该会很痛。那个时候她的力气大，在外面她没有晕倒，你不用担心她。老二和老三看着她呢，让她休息休息再进来，她脸色比你的还难看。老太太坐在海童的床前，慈爱地看着海童母子俩，小宝宝就躺在海童的身边，安安静静地睡着。刚出生的宝宝实在说不上可爱，但在海童的眼里，他的儿子很可爱。医生护士都说儿子像他，这孩子像彤彤。老太太轻轻地摸了摸宝宝的小脸，唐君叶也说道，模样是像彤彤，也有点像战印。海玲附和着，仔细瞧了瞧后说道，不过还是更像彤彤。海童说道，刚出生能看得出来像谁了，孩子1天一个样，现在像我，慢慢长开后又会像一个样的。不过像她也不差，她可是个美女，夫妻俩颜值都高，不管是像她还是像战印，她儿子的颜值都不会差。是大嫂和大哥的儿子，不是像大哥就是像大嫂的。我看着也和海玲姐说的那样，有点像大哥，更多的是像大嫂。倪云初说道，他看孩子的眼神特别柔和，因为他也想要个孩子，但他现在还不能怀孕，每天都还要喝药调理身体呢。程医生说了，再调理1年，他就可以开始备孕了。乔涵也是一脸的温柔，看着小宝贝说道，好小个。刚出生的孩子都是小小的，咱们宝宝出生时有7斤重，不算小的了，那些才4、5斤重的更小个。老太太起身俯下身去抱起了曾孙子，小家伙忽然醒了，眼睛没有睁开就哭，头还往一边偏，想寻吃的。宝宝饿了，冲点奶粉来。老太太边哄着曾孙，边吩咐儿媳妇冲点奶粉喂孩子。唐君叶亲自去给孙子冲了30毫升的奶粉，老太太接过奶瓶，先滴了2滴在手背上，感觉到不烫，才喂曾孙喝奶粉。小家伙是饿了，喝了15毫升，看样子还想再喝下去，老太太不让他喝了。护士交代的一开始喂不要给宝宝吃的太多，5到15毫升就可以了。宝宝喝了15毫升的奶粉，睁开了眼睛看了看，很快又闭上了眼睛，继续睡觉。老太太在宝宝的后背轻轻地拍了2、3下，然后继续抱着宝宝，没有马上放他躺回妈妈身边，怕宝宝吐奶。好一会儿，老太太才将宝宝放回海童的身边。老夫人，管家拎着保温饭盒进来，是给海童送吃的。虽说她是顺产，刚生完孩子，也只能吃点清淡的。老太太让管家熬了点小米粥送来给海童吃。海童生娃时耗了不少的体力，也是饿了。看到管家送来了小米粥，他自己要坐起来。海玲和商太太见状，同时伸手去扶他。姐喂你吃点小米粥。海玲打开了保温饭盒，盛了1碗小米粥，就要喂妹妹吃。姐，我自己来，我现在感觉好很多了。
海童感觉自己现在都能自己下床了，可以自己吃粥，不用姐姐喂。好在他坚持住了，是顺产的，没有剖腹产。若是剖腹产，他此刻躺着都不能动，还不能吃东西。海玲还是要喂妹妹，姐生完洋洋时都是你照顾姐姐的，现在让姐姐照顾一下你，怎么了？海童只好让姐姐喂了。战印总算进来，他脸色好了一点。大家看到他进来，第一时间先看他的脸色，老太太还打趣了他2句。还好能走路，不用你弟弟们抬你进来。奶奶，我说能撑住的。生娃太痛苦了。战印在心里决定，还是只生1胎吧，以后都不生了，不想让爱妻再承受生娃之痛。姐，我来喂彤彤吃粥吧。战印见到大姨姐在喂老婆喝粥，他上前站在了海玲的身后，想从大姨姐手里接过喂老婆吃粥的活儿。不用了，彤彤也快吃完了，你去看看宝宝，想来你都没有仔细看过你儿子长什么样吧。妹夫的表现，海玲还是很满意的，是真心将妹妹放在心上。战印出来时，不仅仅是脸色苍白如纸，2条腿都是抖的，差点走不了路。他2个弟弟赶紧扶住他，否则都可能会软倒在地上。海玲想起自己当初生洋洋的时候，周红林一家人在知道她生了个儿子后很高兴，洋洋是先抱出产房的，他们高高兴兴地接抱过孩子就走了。等他从产房里出来时，只有妹妹在外面等着他，周家人全都去看孩子了。那时候夫妻俩还有感情呢，周红林都不在产房外等到他出来。当时他没有什么想法，后来回想一下才明白过来，女人生娃时最担心自己的往往是娘家人。都说满脸欢笑的跟着孩子走的是婆家人，一脸担心焦急的在产房外面等着的往往是娘家人。对于娘家人来说，他们家的姑娘还没有出来，他们无心欢喜，只要看到自家姑娘出来了，他们才能放下悬着的一颗心，之后才会加入欢迎新生命的到来。战家对海童已经很好了，从来没有嫌弃过海童的家世配不上战印。刚刚海童要坐起来吃粥时，反应过来要扶他的也是他的娘家人。战印在产房里面看过儿子一眼，注意力全在老婆身上。他说道，我看过了宝宝的。海玲扭头看他2眼，见他状况是好了很多，才给他腾位置，将手里的那半碗粥递给他，让他喂海童吃完那半碗小米粥。老公，你的脸色还是好苍白，比我的还要难看。海童摸了他的脸一下，战印再给他盛了半碗粥，边喂他边说道，我怕，我第一次尝到了害怕，彤彤，我是真的怕。说了叫你不要陪产的，你非要陪产。没事了，我和儿子都平安。海童心里是感动的，特别是看到了战印手背上的伤口都是他咬的。你等会儿去找护士，让护士帮你的手背消毒，上点药，我当时咬得太大力。你也是的，我咬你，你还往我嘴里塞，主动让他咬着。唐君夜看了一下儿子手背上的伤，说道，相较于你生娃的痛，他那点痛算什么？老太太也说道，我瞧着就破点皮，没事的，等会儿让护士拿点药油给你抹一抹就行。战印也是浑不在意，到现在他都感觉不到痛，可能是注意力依旧在妻子身上吧。等海童吃饱了，她去抱起了儿子，招呼着丈夫一起看儿子。她敢说战印对儿子是没有印象的。战印，我刚认识他几个小时，的确是没有印象。奶奶，你们都回去休息吧，我在这里照顾彤彤就行。海童吃饱后，战印让家里人都回去休息，时间还早着呢，不着急回家。老太太看看时间，舍不得太早离开医院。你一个人在医院，我们也不放心，还有孩子要照顾呢。奶奶留下来陪着。老太太不放心地道。其他人连忙劝老太太回去休息，他们留下来。最后是战印和海玲留在医院照顾海童母子，其他人全被赶回去了。大家走后，房间里安静下来。海玲坐在床边，看着小外甥，越看越喜欢，笑道，彤彤，这孩子长得真好，你们夫妻俩有想好名字了吗？想了很多名字，
在战瑞和战浩之中选一个。姐，你觉得这2个名字哪个好听点？都好听，都可以，你们决定。海玲抱起了小外甥，洋洋一会儿就过来。东明说明天再带他过来看看小弟弟的，他不肯，非要今晚来看，说不看到小弟弟，他就不睡觉。从妹妹住进医院待产后，海玲就几乎都是陪在医院的，儿子就交给陆东明照顾了。陆东明行动还不是很方便，加上他只是当姐夫的，不好像海玲这般天天逗留在医院，故而他就全身心投入照顾继子。让他来吧，时间也还早。他傍晚6点左右生的，现在也就晚上9点过，洋洋来看一会儿就回去，不影响他明天上学。快到了，刚才你姐夫发信息告诉我，还有10分钟就到。姐，这孩子叫战浩吧？就是这个字笔画太多，以后上学怕他写名字写到哭。海童自顾自地说道，说到后面脸上带出了笑意。战毅说道，也不着急，等出院回家了，咱们再慢慢取名也不晚。奶奶有可能会去麻烦大师帮宝宝取个适合他的好名字。虽然大师说跟他们家缘分已尽，让奶奶以后不要再去联系他。奶奶可以不联系大师，但可以联系大师的高徒。大师的徒弟很少，他说要天赋极高、性情极佳的，他才会收为徒。人品不好或者只是一般的，大师看不上眼，不会收为徒。以大师那样的修为，若是徒弟不好，学了他的好本事，出来后害人，那是造孽，也会连累大师。海童想了一下后说道，那就不着急，等回去后我们再翻翻书，慢慢取名。战印自己也买了几本取名的书，提前取好的名字都是他翻书看字面解释，看五行属性结合一起取的名字，他取好的名字还拿去测评分。哈哈，海童私底下都不知道笑了多少回。当爸爸的人估计都会有一颗望子成龙的愿望，然后从取名开始。谁想到战大总裁为了给儿子取个好名字，也会像普通人那样拿名字去测评分。不过管城的豪门贵族都是很信风水很信命的，有些大佬还高薪养着这类的顾问呢。但凡要建房子、修坟、项目动工日子，那些大佬都要请厉害的大师过来帮他们看看各种推算，务必要用最好的日子。若是生意不好了，亏损多了，那些大佬们一边力挽狂澜，一边去问大师可有解决办法，是否公司风水局被破。总之，科学的尽头是玄学，在这些大佬的生活里发挥的是淋漓尽致。小姨，小姨，我要看小弟弟。洋洋的叫喊声传来，小家伙是人未到，声先到。陆东明的声音紧接着传来，他叫着，洋洋，你别跑那么快，等一下陆叔叔，陆叔叔走得没你快哦。他坐在轮椅上，保镖推着他快步走，都追不上一路跑的洋洋。只是告诉了洋洋他小姨住几号房，小家伙自己找了过来。上了几天幼儿园，认得了几个字，是不一样。洋洋冲了进来，叫喊声很自然变小了，妈妈，小姨。洋洋欢喜的叫喊，最后才叫了战印一声姨丈。洋洋来了。海童笑着朝外甥招手，洋洋走到他跟前，小姨，你还好吗？洋洋注意到小姨的肚子小了，不像之前那样大，他问，小姨，你的肚子怎么变小了？海玲笑着接话，你没看妈妈抱着小弟弟吗？小姨生了小弟弟，肚子当然会变小。洋洋哦了一声，很快就凑到妈妈的身边去看小弟弟。看了小宝宝后，洋洋欲言又止。洋洋想说什么？海童温柔地问。洋洋迟疑了一下后，还是老实地说道，小姨，我的小弟弟有点丑，他怎么不像姨婆家里的小弟弟那么可爱好看的？几个大人都笑了。洋洋说完后有点不好意思，他不想说的，但是小姨问他了，他向来是个老实的孩子，就说老实话了。哪怕是小姨生的小弟弟，洋洋也无法昧着良心说小弟弟很漂亮。是真的有点丑。是有点哈，不是很丑哈。你刚生出来不也是这样，慢慢的长开了，就变得好看了。等过3个月，小弟弟就会像你姨婆家里的小弟弟一样好看可爱。洋洋一脸受打击的样子，
看看弟弟，又看向海玲，妈，我出生的时候也这么丑吗？他现在可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的。好多小朋友刚出生时都是有点丑的，慢慢的就长得好看了。你姨婆家里的小弟弟，刚出生时你不也说过人家丑？现在小弟弟还丑吗？洋洋回想了一下，他不记得自己说过姨婆家里的小弟弟丑了，反正现在那个小弟弟就很可爱，白白嫩嫩的，每次看到他去了，小弟弟都很开心，手舞足蹈的想他抱。那我过几年再看看小弟弟。洋洋决定求证一下，过几天再来看一下小弟弟，要是小弟弟变得好看了，就相信妈妈的话。海玲笑道，过几天你小姨和小弟弟出院了，咱们去小姨家里看弟弟。我要跟小姨住。洋洋马上提出要求。父母从江城回来后，他就回到父母身边，没有再住在小姨家里。现在小姨生了小弟弟，他要跟小姨住，这样才能天天看到弟弟，也可以天天看着弟弟怎么变漂亮的。海童还没有说话，海玲就拒绝了儿子的请求。你小姨要坐月子，姨丈要照顾小姨和弟弟，没有时间照顾你，不能住小姨家里，就住我们家。妈妈过几天回去上班，但你陆叔叔在家里，他能照顾你。妹妹生了，海玲就要回江城去，等到满月了再回来喝满月酒。洋洋嘟着嘴，很不开心的样子，还嘀咕着，姨丈家里还有其他叔叔阿姨，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，不会麻烦小姨和姨丈的。姐，海童笑道，洋洋想住到我那里去，就让他住吧。洋洋是会自己照顾自己，能自己洗澡、换衣服、吃饭、写作业，不用怎么管他的了。早晚安排司机接送他上幼儿园就行。洋洋立即阴转晴，我明天就搬到小姨家里去住，要看着弟弟变好看。海玲无奈地轻点一下儿子的头，说道，你小姨就宠着你，去住可以，但你不能吵着你小姨，要让你小姨休息好。他又交代妹妹彤彤，你只管做好你的月子，这小子不用管他，月子里头休息好，恢复得好。姐，我知道的，他照顾过姐姐坐月子，有经验。他现在坐月子的条件比姐姐那时候要好太多。洋洋看过弟弟了，你也要回去睡觉了，明天还要上幼儿园呢。海玲催着儿子回家。洋洋恋恋不舍的，他在弟弟的脸上亲了亲后，对海童说道，小姨，我明天放学了就来看你和弟弟。好，小姨晚安。洋洋向小姨挥手说再见，道晚安。战印牵着他的手，与陆东明一起出去，还逗他，就知道跟你小姨说晚安，不跟姨丈说句话。姨丈晚安，姨丈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照顾好我小姨和弟弟哦。小家伙人小鬼大的说道。战印笑，那是自然的，你小姨是姨丈的老婆，弟弟是姨丈的儿子，姨丈爱他们如命，肯定会照顾好他们的。小家伙懂得疼人，不枉他们平时那么疼他。洋洋又有点失落地问，姨丈，你有了弟弟，以后还会疼洋洋吗？战印停下来，蹲下身去，扳着他的小身子，与他平视。洋洋，不管小姨和姨丈有几个孩子，都会疼你的，你和弟弟妹妹在我们的心里地位一样。洋洋说道，我没有妹妹，都是给他添的弟弟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，过几年你妈妈可能给你生个妹妹，你那些叔叔婶婶们也会生小妹妹的。姨丈，你和小姨不给我添小妹妹了吗？洋洋记得小姨经常说要生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的，现在才有弟弟，妹妹还没有生呢。战印笑道，这是我们大人的事了，洋洋还小，不用操心这么多。他抱起了洋洋，你只要知道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所有人对你的疼爱都不会少的。洋洋放下心来，他喜欢小弟弟，但也怕大人们有了小弟弟后不再喜欢他，不疼他。战印一直送父子俩到楼下的停车场。东明，你带洋洋回去休息吧，我这里没事的，我也会让姐早点休息。陆东明嗯着，你也要休息好，瞧你现在都显得疲倦不堪，黑眼圈很严重，都没有了往日战少的俊美。战印笑笑，只要彤彤母子平安，我累点困点没事。相较于海童生孩子的痛，他熬点困根本算不得什么。路上开车慢点，战印叮嘱了司机一句。
他目送着好友的车远去，才转身往回走。虽然他很困，不过刚为人父的喜悦让他盯不着。当晚几乎都是他在照顾孩子，让海童睡个安稳觉。还是海玲见妹夫太累了，坚持让战印在家属床上睡了一会儿，他帮着妹妹照顾孩子。孩子无非是要吃要拉，换了尿不湿，吃饱喝足，小家伙就睡得很安稳。隔天清晨，老太太等人就过来了，给海童等人带来了早餐。今天海童可以吃点肉粥，喝点肉汤，不过不能太多油。他的饮食是家里的营养师安排的。休息了一个晚上后，海童醒来后，整个人的状态都恢复了不少，像个没事人一样。用过早餐后，他下床走动，孩子都不用他管。身为战家这一代的第一个孩子，小宝宝是能享受几年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日子，等到他下面的堂弟妹出生，才会分走一点他的疼爱。不过老大始终是得到大人们最多的关注。就像战印说的，就算他的堂弟们陆续出生，他的大哥地位依旧稳如泰山，长辈们对他的疼爱及关注还是最多的。不过当老大担子也重。沈小军夫妻俩也来看望海童，他没有带儿子过来，才1个多月的小家伙，带出门不方便，婆婆也不建议他带着孩子出门。与此同时的 H 市，战远在欧阳雅用完早餐准备出门上班时，跟他提出了请假。请假？欧阳雅蹲住脚步，看着他问道：你大嫂生了？记得他说过，等到他大姨生娃，他要请2、3天假回去看看，那是他亲侄儿出生，又是第一个侄儿，意义不一样，所以他要请假回去。从他来他家里上班开始，貌似他都没有回去过。战远笑着，昨天傍晚生了个儿子，7斤重，母子平安。大小姐，我就请3天假回去看看后就回来。家里的厨师我都指点过厨艺的，他们做的饭菜大小姐应该也能吃下去，都是大厨，只要他稍微指点一下，他们就会悟出来，做出来的饭菜也就符合欧阳雅的胃口。欧阳雅笑，恭喜你当叔叔了。你什么时候走？战远说道，还没有订机票，我跟大小姐请了假，等大小姐批假，我再订机票。那行，你先订机票，订下午的，订2张吧，我回公司安排一下工作，下午和你一起回去看看。她现在既是他的大小姐，也是他的女朋友。欧阳雅想跟他回一趟管城。上次去见了战奶奶以及唐姨他们，却是在君家的风尘山庄，并非战家的悠悠山庄。战远惊喜地问，大小姐，你要跟我回去？2个人互相表白后，感情是突飞猛进，不过按照正常人恋爱进程，2个人还没有到见家长这一步的。他没想到大忙人未婚妻愿意跟着他一起回去。欧阳雅说道，上次过去拜访，去的是风尘山庄，并非你的家。这一次我正是去拜访一下。怎么，你不欢迎？战远笑咧了嘴，欢迎，非常欢迎，哪有不欢迎的，我热烈欢迎。欧阳雅也笑，你说一个欢迎就行了。我先回公司，你收拾一下，到时候你去公司接我，我们一起去机场。好。我没什么好收拾的。他来的时候只带了几身换洗的衣服以及日常要使用的物品。欧阳雅说你来了这么久才回一次家，不应该买一点 H 市的特产带回去，给家里人尝尝鲜吗？我第一次登门拜访，也要准备一点礼物。你家里一共有多少个人？每个人的喜好是什么？麻烦你帮我整理一份清单出来，我交给秘书帮我去准备。不用准备什么礼物的，你人跟着我回去，我家里人就很开心了，不用再破费，我家里什么都不缺。战远本能的婉拒，不让他的大小姐破费。欧阳雅说道，我第一次见家长，你让我空着手去吗？你不告诉我他们的喜好，那我就不跟你回去了，以后都不跟你回去。战远，好，我一会儿就发给你。第一次见家长，他给他的家人准备一份见面礼，这是礼貌，他不让他准备会丢了他的脸，他怎能让他丢脸？他也得为欧阳家的人都备一份礼物，到时候以欧阳雅男朋友的身份将礼物送给欧阳家的人，有来有往。我先回公司。好。欧阳雅走了。
他回公司开了一个早会后，就收到了战远发来的清单。他看过清单后，再将清单发给自己的秘书，拜托秘书帮他按照战家众人的喜好，准备一份见面礼。之后，他通知二小姐和三小姐上楼见他。二小姐和三小姐很快就来了。大姐，你找我们？欧阳婷带着妹妹走过来，两人各自拉开了一张椅子，在姐姐的办公桌前坐下。要喝水吗？欧阳雅问道。大姐，我们不渴，渴的话会自己倒水喝。欧阳婷好奇地问，大姐，你快说是什么事吧，我挺好奇的。你就不认为是公司的事？欧阳雅好笑地说着，妹妹，不是公司的事，是公司的事，大姐不会叫我们上楼，早就吩咐下去了。最早跟着大姐一起挑起家族重担的欧阳婷，对这个大堂姐的行事作风还是很清楚的。欧阳雅笑了笑，望着两个妹妹，说道，我下午会去管城一趟，为期在3天到5天之间，这3、5天里，公司就交给你俩了。处理不了的事情，再打电话给我，我电话里指点你们处理，实在不懂，可以等我回来。欧阳雅说到这里，停顿了一下后，又说道，不过大姐相信你们俩的能力，就算大姐不在公司里，你们也能处理好任何事情。妹妹们都很聪明，已经上班的几个妹妹能力很强。两个妹妹，你看我看你。最后是欧阳婷八卦地问，姐，你去管城是见家长吗？大家已经知道欧阳雅和战远的关系，欧阳雅也不必藏着掖着，她大方地承认，是跟他回去见家长。战家的大少奶奶这2天生了，她是战远的亲大嫂，侄儿出生，战远这个当叔叔的想回去看看，我想着最近也没有大事，就休息3、5天，跟着他一起过去见一见家长。他上次只见了战奶奶和唐姨他们，战家那么多人，他还没有见过。欧阳婷嘻嘻的笑，大姐和战远的感情那是日进千里的，进展得非常快，早点见家长也是好事，希望今年过年我们都有姐夫可以叫了。欧阳雅笑了笑，说道，你现在都可以叫他姐夫，我既然爱上了他，这辈子也只会嫁给他的了。知道他是战奶奶选定的人选，他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。战远对他的感情比他对战远的更深，他都不怕他变心，他就更不用担心。若彤说管城战家的男人特别专情，只要结了婚就与妻子过一辈子，不会出轨，不会家暴，真正能做到一生一世一双人的。这样的豪门大族非常难得，也非常少见。欧阳家的家风算是好的了，但欧阳雅知道父亲和叔叔们年轻时都有过不少桃色绯闻的，他们只是没有让外面的女人打扰原配，特别是他母亲和婶婶们接二连三生的都是闺女。父辈为了要个儿子，偷偷摸摸的，他母亲是知道的。不过后来父辈还是死心了，随着孩子们长大后，父母辈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便恩恩爱爱。别以为他小时候只有几岁大不懂事，父母私底下吵架，他是知道的。阿俊和阿健出生后，父母辈安心了，如今他们才会显得恩爱。过去的事，父母辈都不计较了，他们这些小辈，特别是妹妹们，并不知道父母辈曾经传过绯闻，当然不会去接父母年轻时的过错。像战家男人那般专情、负责任的豪门大族，是真的很少见。就是普通男人，若是有机会，他们也很能抵挡住外面的诱惑。欧阳婷说道，还是等你们俩结婚了，我再改口吧，那样名正言顺。他不是说战远会变心，而是觉得2个人真正结婚了，他改口更好一点，至少名正言顺了。三小姐也笑道，二姐说的对，等大姐和战远办了婚礼或者领了结婚证，我们再改口。大姐，你就这样决定的了吗？大伯和大伯娘没有意见。欧阳婷说，妹妹，大伯和大伯娘要是反对，家里还能这么平静？你不相信战远，也得相信咱们的大姐。大姐的婚姻是她自己说了算。大伯身体不好，大伯娘没有多少主见，家里早就是大姐说了算。战远也配得上咱们大姐，